老师，我这几堂课学习完之后，我发现菲律宾语除了动词变化之外，好像还有受事焦点这个特别的东西。那我想请问老师，那菲律宾语的受事焦点有什么特色呢？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其实这是问到了重点。主动动词呢，只是一个开端而已。菲律宾语最主要的呢，是有一大堆的被动的动词。所谓被动动词，当然我们待会儿会看见它的被动跟英文的被动是不太一样的意思。所谓的被动呢，在菲律宾语里面就是及物动词。那么你刚才所说的受事焦点，就是这个及物动词里面或者是被动的结构里面第一种。如果我们从语义的角度来叫它的话，就叫它受事焦点，因为这个最主要的焦点是放在受事者的身上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吧。这个单元呢，我们叫它做寻找主语。主语所谓的 subject， 在菲律宾语或者是南岛语的结构里面呢，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pivot。无论是 subject 或者是 pivot， 这个主语的概念呢，都跟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主语是不太相同的。当我们在寻找主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将菲律宾语的结构分成主动的跟被动的两种。所谓的主动的呢，就是不及物的动词；所谓的被动的，就是及物动词。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主动的不及物动词，把它给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主事焦点，因为重点是放在这个主事者身上。下面呢还有3个焦点：受事焦点、处所焦点跟工具焦点，都是被动的结构或者是及物结构，而那个焦点、那个主语呢，都要放在受事者、处所或者是工具的身上。现在我们就来看例句。第一个例句是主事者焦点。Kumain ng kanin si Maria sa mesa。玛利亚在桌前吃饭，这个焦点是在玛利亚的身上。Kinain ni Maria ang kanin sa mesa。玛利亚在桌前吃饭，现在焦点是放在那个饭的身上。Kinainan ni Maria ng kanin ang mesa。玛利亚在桌前吃饭，现在焦点呢是在吃饭的地方，桌前。Pinangkain or ipinangkain ng kanin ni Maria ang kamay。玛利亚在桌前用手吃饭，所以这时候这个吃呢是一个工具焦点，用什么？用手来吃饭，所以焦点是在那个手，当作是工具。刚才所看的例子呢，都是从拉波拉跟波尔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所引出来的4个句子。这4个句子刚好是很能够将焦点做非常好的解说。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时候用主动，什么时候用被动。先看主动。Bumili muna tayo ng lampshade bago tayo kumain at uminom。我们吃喝以前先买台灯，所以重点是在买，还有吃跟喝，这都是我们主事者做的事情。现在我们看被动。Hatiin natin ang candy bar。我们来分吃这块糖，所以这块糖我们要把它分的吃掉，所以那个焦点是放在这块糖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处置这块糖就是要把它分了，也就是这块糖要被我们分吃掉的意思。我们下面呢要来看一下菲律宾语言这个跟英语非常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所熟悉的英语呢是一种nominative accusative language， 也就是主格跟受格的这种语言。那可是菲律宾语呢是 ergative absolutive language， 是一种作格语言。这个 ergative 就是作格，这个名称叫的其实你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对不对？没关系，这个名称呢只是给它一个包装而已。最主要的是你要知道所谓的受格语言跟作格语言它的区别在哪里。如果你看这个图，所谓的受格语言呢，这边说它的
及物动词的主词跟不及物动词的主词是用同一个格位的，而及物动词的受词是用一个不同的受格标记。可是呢，像菲律宾语这种作格语言，它的及物动词的主词是用作格标记，是一个很特别的，也就是我们用的 genitive case。而后面呢，不及物动词的主词跟及物动词的受词是用同样的主格标记。这就是菲律宾语跟英语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我们要用一个例子来看，你看，譬如下面的英文的例子 ，I came， 还有 You will let me in。I 跟 You 都是主格，对不对？英语的这个代名词的主格。那么 Me 呢？这个是受格，这是英语作为一个Nominative accusative language 它的特色，可是 Filipino 呢，它是不一样的。Dumating ako. Papasukin mo ako. 好，这边 dumating ako 我来了 ako 这个是不及物动词的主词，下面一个 papapasukin mo ako 你要让我进来。那么我呢，这个是及物动词的受词，那么及物动词的主词是你。及物动词的受词是我。好，结果你看这个阿狗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对不对？都是主格标记，所以你看这个图应该让你一目了然，知道这两种语言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进入动词变化以前，你要记得。在菲律宾语里面，它的及物动词的主词是要用属格标记来代表，像刚才的你要让我进来，对不对？你要让我进来，你是用 mo 用属格。那我们现在再看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所谓的作格语言它的奥妙在哪里了。请看下面的例子。Naghanap ng kwarto si Leslie. 这个是主事焦点，所以你看 see Leslie 是主格标记。第二个是受试者焦点， Hinanap ni Leslie ang kwarto. 赖斯利找到了房间，所以那个房间 ang kwarto 是找到的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它也是用主格。而赖斯利呢是用属格，那个 ni Leslie 这个蓝色的 ni Leslie 就是及物动词的主词，所以它是用属格。第三个例子我们来看，也是主事焦点。Nagbigay ng pera kay Juan si Maria. 玛利亚给了约翰钱，所以玛利亚 si Maria 这个是不及物动词的主词，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延伸的论元，也就是这种不及物动词，如果要加一个受词的话，那么它要用 non， 还记不记得？所以它 non dera 给那个钱用 non dera。最后一个例子， Binigyan ng pera ni Maria si Juan. 玛利亚给了约翰钱，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处所焦点，处所焦点。那么它的那个焦点呢是约翰，因为我们把钱给了约翰，所以约翰是玛利亚给钱的那个处所，看到吗？这是菲律宾语作为一个作格语言，它奥妙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到它的主语，这个主语呢就是用红色标记的 si Leslie, ang kwarto, si Maria, si Juan， 这些都是它的主语。